慢性疾病像糖尿病、高血压、哮喘、消化系统疾病以及其他的像焦虑、失眠、头痛、情绪失控、抑郁、专注力下降、头脑清晰度不够，这些都可以靠着我们的内在清洁工程脑力法从内在消除问题。内在清洁工程是一个强大的过程，以一种科学的方式，以我们自己内在核心的力量去真正的解决问题，达到真正的健康。我加入脑力法课程之后的改变及它给予我的帮助。首先，我是更年期人士，所以我遇到了每天人生大事，上厕所不顺畅的苦恼，还有我晚上睡眠的辛苦。然后加入这个脑力法工程的时候，它最先带给我的就是上厕所的时候，我的时间变快了，顺畅度增加了，让我能够开开心心的迎接一天美妙的开始。再来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有听从老师的建议，会先练习脑力法，然后呢，进入睡眠的时候，会发现不会像之前那么辛苦，就是在床上翻来覆去啊，然后不容易入睡。这一点是直接最大的改变。在睡眠当中，它让我很容易能够进入深层的睡眠，所以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它让我能够有一个精神愉快的一天。所以这是让我觉得很奇异的一个点哦。我当初上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也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哦。老师他还跟我们提醒到，我们加入这个课程呢，它除了在我们物质层面上的，就是我们身体层面上的改变，它还有我们精神层面上的改变，以太面还有极乐面，我们跟随着老师的脚步往前在迈进。我有实际获得帮助，这个没有加入的人哦，我很难说得清楚。我就是要以诚挚的心邀请你们来参加这一个课程，你自己来亲身体验，你会发现它带给你的帮助绝对始料未及。所以啊，在这里我怀着感恩的心，感谢老师，我也感谢加入这一个课程，它带给我的帮助跟提升，真的让我很感谢。在清洁工程脑力法的科学，一些美国的科学家和医生，有些来自哈佛大学和佛罗里达大学，他们研究了那些一直在练习内在清洁工程脑力法的学员，遗传趋向正在改变，圈因为内在清洁工程的练习，他们记录了这些影像、生物指标和所有一切，决定我们体验性质以及我们精神和情绪状况的一个东西，叫做 BDNF， 即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这对我们大脑细胞的生长和存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缺乏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将会认知力下降和老化，还有很多的炎症、躁郁症和抑郁症。对健康水平会影响我们的学习、记忆力、情感还有免疫力。在练习90天的时候，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在体内增加了3倍，这意味着保持正常的情绪平衡，保持一个良好的体验状态和敏锐的头脑，保持愉悦的体验都不是问题。还有一个大麻素，你知道什么是大麻素吗？在很多地方被叫做大麻，但是其他地方也叫有不同的名字，但实际上这都是植物提取物，对人的情绪和体验有一定的影响。但在我们大脑和全身数百万个大麻素受体，我们应该自己创造它，而不是吸食它。所以现在通过内在清洁工程脑力法的练习，生物指标清晰地表明你的内源性大麻素量明显增高，这意味着你可以自嗨了，你不需要外在的任何帮助。但从外在的大麻素相比，内源性大麻素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它让你陶醉的同时非常的警觉，因为有其他分泌随之发生。嗨，我叫 Sophie， 我听了你的那个3句箴言，
当时感受就是突然被打通了任督二脉的感觉。我那段时间是有比较强的不配得感，会被很多事情所影响，会焦虑，会有强烈的挫败感。但是我听了他那3句真言，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效果就特别的明显了，重复3天到1个礼拜之后，就整个人感觉压力减少了很多。这个过程是这样子的，我每次会被一些不好的念头和情绪影响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3句话里面讲的，就迅速的把我当下的那个不好的情绪给移除了，给覆盖了，然后内心会得到平静或者解脱，我就觉得感受很好。然后会持续的去重复，早上或者是有空的时候就打开来听。当我感受到其中的益处之后，我现在整个人的状态比以前好了很多。应该说那几句话是让我开始意识到，原来这些真言是真的能去改变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的。如果有人有机会在听到，如果他愿意相信，其实相信很重要，是真的能迅速的改变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然后会改变他的生活。因为一个人的意识状态、精神状态，他的意念直接会影响到很多的东西，影响到周围人对他的态度，所以这个东西非常好。我希望大家都能学习到。也有学生在练习内在清洁工程脑力法的课程上成功戒烟戒酒了。其实来这个课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戒烟戒酒，还有的学生在内在清洁工程练习的过程中成功戒掉了大麻这些成瘾性的物质，非常的不可思议。内源性大麻素系统，我们通用的调节器称为是幸福因子，对生理情感都有很多的调节。缺乏内源性大麻素会产生炎症、糖尿病，还有免疫力下降，会影响我们的幸福感、学习记忆力、情感和神经健康。免疫力内在清洁工程的练习对免疫力的影响，在220个与免疫反应相关的基因上都有所善调，其中包括多发性硬化症患者或新冠重症患者身上。来自美国的实验室，来自美国顶尖的大学，他们明确说有220个激活免疫系统的基因，因此练习而全部得到提升。大脑进化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那样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首先是一个单细胞，具有蚯蚓、草蜢、牛的一种物质，在进化的过程中，它们的元素都在我们身上，这些是强迫性的趋向。现在神经学认识到了进化过程，在人的大脑中有一个区域像拳头大小的，它意味着我们经历过了那个发展阶段，叫脑干爬虫脑。这是最古老、无意识和本能性的自主神经系统，然后分化成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通过迷走神经相连，带来神经的平衡。但在那个上面进化出了大脑皮层这朵花，是一个有意识和理性的，可以控制语言、决策能力、运动机能、创造力、艺术性和认知空间等。它发生在人类的脊柱变直之后。就是它让我们成为了人，它让我们对存在的普遍性有了概念，是它让我们有万物的一体这一个观念，是它让我们成为一个科学家，也是它让我们成为一个灵性追求者。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爬虫脑上，你唯一的只是生存本能。所以整个过程，人类通过教育，通过灵性过程，通过冥想，通过脑力法，通过瑜伽，一切都是为了远离爬虫大脑，从外在维度来产生改变。
而这才是不久之前发生的事情，但它给我们一个去无缝隙的接触生命的感觉。如果你只是通过自己的爬行脑去行事，你唯一知道的就是划定边界。所以每当你与身边的人出现问题时，总是想要确定你的边界，这是我的，那是你的，这是我的地盘，那是你的地盘，这是我的空气，那是你的空气。特别是当婚姻出现问题时，对不对？你就必须回到爬虫脑。所以灵性过程、瑜伽维度是要看如何让这个，因为只有你大脑的一方面运作，它是不够的，它有用，但是不够，它没有物尽其用。有证明表明，爬行脑可以变得更加清澈，开始与大脑外部进行沟通。有实验和研究表明，通过特定的脑力法练习之后，总体用于边界感的爬虫脑会开始与大脑皮层外部进行沟通，并且它好像一个大脑在运作。我们会看到瑜伽的绽放有很多小花，然后到头顶的大花，它绽放了。如果它绽放了，那人类的智慧会以一种综合的方式而非分裂的方式来运作，不会让你感到孤立孤独，而是会让我们感到包容。包容不是哲学，包容是存在的本质。其他任何生物都无法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都忙于下定边界。狗、猫到处撒尿，不是因为有泌尿问题，是因为他们在建立王国，建立那一个边界，也在建立王国。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有可能的话再往外加多一点，一直如此。有的学生在练习一段时间之后，明显感觉自己的不安全感降低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此也会与他人的关系明显的改善，变得包容了，使他们体验到了我们就是合一的整体。倒立法只是一个21分钟的简单练习，提升大脑功能，让神经元再生。这意味着随着年纪的增长，你会变得聪明智慧。是的，随着年纪，你的脑子也在成长。只要你练习内在清洁工程脑力法，明白吗？现在有了科学依据，我们一直知道这一点，但今天全部都要用数字来说明。如果一个人这么说，那他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一堆数据这么说，数据就表明你的大脑真的通过这简单的21分钟练习得到了生长。如果你不相信数据，那你只需要练习3个月，你会突然间发现你的头脑如此的清晰和智慧。很高兴的重新有见到他，大家又再一次成为了好朋友。好多事情我现在呢也不会刻意的放在心上，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把你说的就活在当下，自己享受当下，此刻开心快乐和痛苦什么都可以接纳。不好的东西的话就让它过去。我得到的领悟就是我自己整个人会轻松很多。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或者你那段时间我们练习了什么，你有了这种感觉？我们已经练了现在这个，然后大概是1个多星期吧。